真的很屌。换上这副行头之后，整个感觉就是一个刑警的感觉，看到没有？哦，好不好？海哥，好不好？哦 ，CID OK， 哦，好不好？海哥是最近有要选举吗？你是要去助选员是不是？拿一下，等一下，给我，他没有讲错，先给我一下，先给我一下，先给我一下。这你刚才打得不好，再来一次，再这。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do ti la sol fa mi re。好，袭警啊！没有，我先解释一下，好不好？我这一套的这个制服，感觉上就是一个刑事警察的感觉。什么叫走路东？台哥，他百搭也很像环保局的人员，也很像抄水表。不要讲这种东西。刚那段我要剪掉，一般帽子拿掉，不然这样会变成我袭警，对，这样就没事。这样没事，这样 OK， 这样 OK 吗？这样 OK。干什么？你这录干什么？帮助袭警，没有，没事，我是在示范给大家看。我平常是便衣，但是我现在穿的衣服，新北市刑大。新北市刑大这一辈子都在找一个完全没有就是被人家可以看出来是谁的人。对，台哥经过交通大队之后，你现在直接升级变一日刑警，我跟你讲，这根本就是一个我人生的荣誉，维护社会的治安。我完全懂你的 concern。进来这边之后呢，就会了解很多他们侦办的技巧，日后犯罪更加方便，因为他就不要你们乱讲。你打的时候握后面一点，那个声音大家都有听到。OK， 反正 anyway， 我今天能够来体验一日刑警，是我无上的光荣。到底知不知道刑警的工作是什么？看你这么起劲，我弃毒、攻坚、爆破，抓奸算不算？抓奸是蔡圭在做的。控八控就北七。我先问你一下，怎么样？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开那个一个很重要的攻坚会议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上一次也是差点就去了，你还记得吗？报告那个副大座，刚刚你强调交通警察需要到攻坚吗？目前是不用，不用吗？今天没有。哦，P 小组是刑警吗？是配合。是。那特勤组又是特勤组，就是刑警，特勤组就是就是特勤组。我们特勤组，我们就是特勤啊！我特勤组，特勤很哦 ，check it out man。很多人呢，怎么想？而且超安静的。这么多人方便吗？我们全部都在等你们两个。但他们有冲锋枪。那个应该是玩具，那个没有。怎么可能？为什么？冲锋枪怎么可能带来这里？你要去哪里？而且没有，他们有冲锋枪，你有2颗手榴弹。你现在剩1颗蛋。好。紧张。大队长好。好，2位学弟好，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个剃毒的攻坚行动，欢迎你们加入。报告大长，为什么随便动让我乱加入？不是，我好紧张哦。包站长，第一天就要加入缉毒吗？等一下，如果说缉毒的时候，可不可以我们的脸用马赛克处理？谢站长。放心，我们有 P 小组来协助攻坚，有没有信心？报有。对，我跟你讲，其实你不要太紧张。你看才第一天报道不到5分钟，我们就被挑选去当攻坚的尖兵。对，他们很可能要读警官学校读4年，然后要在刑事洗10年，对，他们才有去攻坚的任务的可能。哎呀，我们第一天在第5分钟的时候就被指派这个任务，这是无上的光荣，真的。凯哥，你真的不要怕。真正害怕好像是你，你看你手都在抖，你看。
所以呢，你真的不要害怕。我不会去，我没有怎样，先帮你压压惊，真的是。你再袭警的话，我就告你哦。你不要袭警哦。CID 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很震惊哎。因为形式，你今天来第一个就已经讲到说什么卧底、什么攻坚，现在学姐我什么心情都没了。你现在科学鉴定一定是一个那个什么组长，然后头都秃秃的，然后很胖，这样子乱讲。要讲要威力哦。欢迎学姐。哎呦，学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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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想想林学姐，你是负责刑事警察局 model 科的吗？学姐大概是服务大概几年3年。你是刑事警察。对。所以你也会拿着枪攻坚，跟男警是一样的。你一定单身，对不对？通常你单身吗？对，我是单身，这就是单身。你单身吗？就是有男朋友，所以说男朋友也是刑警。击毙是击毙的。我也是有办案的能力的。对。所以今天呢，整天的行程，学姐都会跟2位学弟介绍、引导。那我刚刚讲说，学姐这边是一个它的正确的名称应该是什么？见识中心。你们如果真的要，比如说男朋友怀疑偷吃的话，你会把他内裤就拿来这边，叫同事帮忙鉴定一下，说，这有没有我提其他人的提议？不能这样。那很明显，因为他不能够去让他们的同事去做这个。对，他只能用手边的工具，这样你懂我意思吗？不要再乱讲，好不好？第一个要体验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测。真的假的？我们等下可以测试这个吗？我早就想问你很多问题。我跟你讲，我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等着吧。baby 的事情小心一点。啊我在想我要不要叫 baby 骂？你们2个今天真的很客气，也不会说抱一下学姐啊，都没有刑事警察没有人，对你怕就被弄。擒拿术把你枪拿说你现在怎样？你有不要找这种学姐？这样被嫌弃吗？不是，因为你知道吗？你要手这样不然他打你，真哪有？他反手就这样，反手这样，干，我不相信。学姐，跟正常人差不多，跟女生差不多，跟正常女生差不多，差不多。你来，我开哥的蛋，不要再闹。而且你不要见怪，来见识一下，好不好？好 ，Go。你要去哪？转好。OK 啊，学长大连，谢谢。欢迎到测谎室啊。当刑警会有2个重要的环节，第一个是现场收证，第二个就是你找到人了，对，物证跟人证是相对在法庭很重要的证据。那测谎面对的就是人证，在这个测谎的发展大概有100多年了，是最基本的还是从人的呼吸、心脉、血压，还有负电反应。所谓的负电反应是什么？就是你情绪的改变以后会改变你身体上的电解质。氯化钠等等这些在我们整个成分上会改变，所以一般人在这个状况底下很难逃过这个测谎。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紧张，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我们的张警务证、陈巡官，所以小孩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你妈妈面前说谎。小朋友都很诚实的。好恐怖，好恐怖，小朋友好香。Check it out， 来测谎。现在呢，这坐我旁边的呢，就是刑事鉴定科的张老师。我想问一下张老师，这个电脑荧幕上面有很多这个曲线。您可以在荧幕上看到国际上最常用的电脑化测谎仪。这个是心脉跟血压。OK， 绿色的部分呢？绿色是肤电。那蓝色的线？我们量测的是呼吸。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受测人啊，那个小胖，在还没有受测以前，你就直接讲，还是行不行？你怎么样？但是台哥连叫百香哥，后置帮我上马赛克吗？没有，我怕我以后。你手你先给他。这样我以后可能交不到女朋友。你交不到女朋友，跟你脸有没有打马赛克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加压什么？对，就是类似你在量血压的时候，就是贴近你的手臂，对，那才会收到讯号。廖国民先生。他没加压，等一下。现在就是要再加压，我现在告诉你。小胖现在什么感觉？很紧张吗？就是内有点勒紧。像我这样不小心用扇子打到他的头，会不会影响他的受测的结果？当然，我们在实际测谎不可能
不可能的，好不好？好打人啊！你要看这一条，你看就是刚刚你打他是吧？飙到破表。好，我们现在开始要测验第一题，请问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要当一个明星？没有。你觉得你长得帅吗？是。做啥了？你是不是觉得你比百祥还帅？是。这个说好。你会不会很讨厌陈百祥、阿良？你觉得他们常常欺负你？不会。你觉得台哥跟我的经纪人 David 他们有没有一腿？有。你觉得台哥说他跟 Kid 的经纪人没有一腿，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你有嫖过妓吗？有。我的人生会了。没关系，这一题我会帮你剪掉。好了。你有在公司打过手枪吗？有。他不敢说没有。你是不是对麦卡贝里面的员工经常存有性幻想？有。你性幻想的麦卡贝同事是 Tina 吗？不是。是Anita 吗？不是。是 Marky 吗？不是。是 Demi 吗？不是。是男的吗？是陈百祥吗？是。你们叫什么工作啊？你没有办法录，我觉得可以了。那个，我问最后一题，并且问小胖，你是不是觉得 Eric 很直白？不是。哎，他说谎了。不行啊，那你他说我超严重。张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小胖的这个测谎的情形，他算是一个诚实回答的。其实你们在询问的时候，小胖已经完全诚实告诉你的答案。但是最后一题，你是不是觉得 Eric 很直白？我可以下判断，不是。这句话是说，小胖可以移送，可以。好了，其实报告学姐，像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刑案的现场做一些蛛丝马迹的采证，那鞋印其实好像也是蛮重要的。鞋印，对不对？一般我们到案发现场的时候，会先保全现场，然后之后我们就会请鉴识小组过来采集证据，就找那些蛛丝马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交由我们那个监事张佑国这样。哎呦，帅哦！鉴识张佑讲解。不用。我就要请问一下那个学长，像我刚刚看到那个灯光那个地方，它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鞋印。对，我简单介绍，就是我们采鞋印的原理呢，就是用静电的方式，放电会吸附。原则上，我们用这台机器这个低光源的方式去找寻现场。你只要找到了之后，发现这个背景跟这个鞋印对比没有那么明确，那我们就用静电阻力采取器去把它粘起来，粘到一个干净的背景。好，现在这块板子已经都干净了。对，小偷想偷偷走进来，小往前走没关系。哎呦，嘿，没踩到，嘿。胶膜，它是一面会导电，一面不会。好，静电阻力采取器是长这样子，它其实这边都有金属会放电，会放电。黑色这个是我们要的背景。
这个金属片是要让它通电用的。你就用两个滚啊，那跟贴车膜的意思一样。哇，好明显哦！哎呦喂，对，那一定要放比例尺，你最后做比对才可以。就像这个，我们可以实际操作一次吗？可以。好，那我踩报纸，这样就有了。我相信这样子有。我很轻哎。我跟学长呢已经到达了这个犯罪的现场。刚刚有一个人擦过这个报纸以后偷了2000万就离开了。真的，我想抓到我。哇，超明显的哎！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2个痕，因为一开始台哥角度是放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下手要准，是就只能一次性的事情对。就是他很 gay 搞，他又叫我重新摆放，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上面。台哥，你另外一边，横的拿起来。刚有把他们拍空中。你现在自己做错事，然后怪嫌犯？没有，下次嫌犯不要主导那个阻挠警方办案。嫌犯就是要阻挠啊！台哥，我跟你讲，我们完全了解到了鞋印鉴定，他们还有一个空气枪弹道鉴定，所以我们等下可以摸到空气枪吗？可以 ，Yes，check it out。好，现在呢，这个学长已经换上 Doctor 的衣服了，好不好？所以枪弹实验室就是说要测出枪弹有没有杀伤力，是吧？对，我们的新北市中心的枪弹实验室主要是针对空气枪去做动能的鉴定。哦，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会针对弹体纹，就是火药枪在侦办刑案的时候，现场可能有人开枪，现场的弹壳我们会进到这个显微镜去做比对。如果涉案的枪支被寻获了，那就会把那把枪再拿去试射之后，它射出来的弹壳再去跟现场的弹壳去做。所以现在画面，现在你们这样看到就是左边一个可能是现场，那右边可能就是试射完。是。那它的样子会像后面这个画面，对，这也是一个很特化的独特的特征。这边会有2个东西，一个是铝板的测试，那另外一个就是测速仪的这个光闸。那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测试一下这把枪。那目前手上这一把是2氧化碳钢笔，记得枪口是绝对不要超。不能。那我们可以直接让台哥来做，而且每一次操作完毕后一定要清枪。对，先不要，我们对，好，那台哥请把枪口对放到这里。那我就开枪哦。台哥加油！哦，过了，直接射过哎！他打破那个铝哎！天哪，那也是表示说最少可以打破你的皮哎！一定可以打进去了啦！他其实射出皮的话，应该出皮已经中弹了嘛，出已经在丢啊。喂，只是这个铝板只是一个初步而已，最后我们还会再用这个测速仪。实际上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我们还一定会拉上这个。哦，这个门啊。对，所以你也没有还要进去测试了，对。你查到的枪，有人是乱改，我不知道这把枪到底打了会有什么结果，而且不知道那子弹会往哪，对，会往哪飞。我这个工作也是有点危险，有危险，真的好危险哦。我跟你讲，我们接下来要去一个情资整合中心，科学鉴定还原就要情资整合，对不对？你其实很不懂哎，应该不会，常常被人家送法院。台哥出发了，谢谢学长，谢谢，而且也可以谢谢学姐，学姐比较辛苦，谢谢。好，去9号，麻烦你了，去9号，这个现场分析哈，我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假设在山上剪断电线，这个路口到那个路口，需要2公里，这切的现场在这里，观念上总需要1个小时。
好屌 ！A 到 B 10分钟，10分钟，那谁在这一段时间1个小时20？讲得太好了。可是教官，我想提出一个质疑哈，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来，但是我们的制作人他迟到了1个多小时。等一下，我也想先提出一个东西，对制作人来讲，所谓的迟到，他是住在那个，不要在节目上讲出我家人住址。OK 的，可不可以调阅这个监视器内容，证明他早上是因为一些私人的活动？学长，我们利用职务之便调查自己身边的人。没有，我们是警察，你不是一般平民。对，我们没有，对，我不是我跟你讲，希望你能够接受公平的调查。好，报告。那跟台哥跟 Kid 报告一下。那我们会持续的将这些车牌不断的传回到我们的车牌资料库。每一台的摄影机拍到的时候，它就自动把答案调出来，就开始知道它路径在哪。是，同仁只要输入目标车号，他就会把他曾经被拍到的地点全部秀出来。今天我们是必须节目，对，就是我们要深入调查。这真的也可以，就是印证上次消防员，我等你们1个多小时。哦，对，尤其是每一次都是陈百强这样的，几乎都是他。因为这段害我又要多花时间去翻消防员的影片，在老哀。我要不要看一下现在时间？10点38分。台哥嘞？他在路上。白翔呢？白翔也在路上。所以他们全部迟到。对，几乎都是他。台哥有找到人吗？他现在还没有接电话。我途中打电话给你，按掉70几次。我也是有办案的能力的。对，我也有。就跟台跟 K 的报告，就是这个是我们系统它呈现在 GIS 的图层上面，我就是立刻针对那个制作人的行踪做一个了解。车牌辨识就是我们输入车牌调阅之后啊，发现他从综合环球购物中心这边出来，沿着民族路往警察局方向走。照来讲大概15到20分钟。他扛着摩托车来，差不多。但是我们就是发现他在民权路这边右转之后啊，他没有在县民大道左转，他反而是右转往安生东路。那有没有可能往四川路那边一直走到亚东医院去割完包皮？看起来方向不是往那，不是，看骑车姿势也不像。到了汉生东路呢，去到了汉生西路。好，我承认了，因为我有点迷路。是迷路吗？就我们的制作人可能是去当地一间比较有名的小吃店去消费了这样子。等一下，找我们用这么多警力，就是去调查你那边吃东西的，那边是卖猪脚，对不对？对，我就早上绕过去吃了一个猪脚，好不好？我怎么了吗？而且，等一下我要主张一下我的权利。你讲，因为我是英国人，所以这个事情要移回大使国。现在又是英国人，在这边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来，改非法入境啊！我记得这，看一下，怎么样？看一下，Excuse me, you are British. Okay, come on. You are under arrest. 这个系统超屌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蛮好的，隐私权跟降低犯罪率上面来讲，我宁可选择降低犯罪率。当然啦，我们如果说你没做坏事，我们怕什么？大弟啊，台哥，咱们去 motel，这样分。没有那么长，没有，不是没有那么长，根本就没有了。那不好意思，如果像是台哥这种人物带了别人的经纪人坐飞机去香港，这可不可以跨国的去做一个连线呢？出入境记录都会有。你戏啊你！而且正常的出国后，天哪，你这都没有讲。我还传短信给你说，嘿嘿，我说好好使用。慢了，继续，不好意思，对不起。
那这样子的话，像您刚刚提到一个部分有调查通联的部分，对不对？是。那我上个月申请调查我们2位主持人的通联，那个应该已经过了，对不对？是。那不知道今天来不来得及看一下那个？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好。我现在是叠对叠的，对不对？你是申请怎样啊？凭什么申请？本来这一段我是不想拍的，我想说，既然看我的行踪这个东西是 OK， 那这个应该也可以播。我刚刚也是临时才问的。我承认隐私吧。我是预谋，请看这张 PPT。那这部分就交由我们同仁来为各位做一个解说。你们怎么有这么多解说员？我想说这个图可不可以邀请艺人看这张图？你觉得这个组织关系大概是怎么样？可以我觉得充满了很多的性关系。请问一下，所以数字就代表许路啊，就许路啊，许文，你们许差儿。我想请问你一下，你茉莉有一次怎么样？你打17次电话给他看。我就想说他那么久没来，他怎么那么久没来？一通就茉莉啊，你怎么那么久没来？保重身体好不好？对，泱泱打23通。因为有人欺负泱泱，把泱泱在节目上面弄哭。有人这样子，怎么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人我大概有，然后泱泱都是一直在哭，我是不是拿过来节目上继续讲什么话？我跟你讲，像这样，你就要好好的惩治他。欺负洋洋不要再这样子。这样子。那你为什么选一用讯息？对啊。如果78公我其实后来发现，我比较喜欢先。我觉得我真的很可怜，我所有的都是。学长，可不可以认真一点？他怎么可能打给人造人？再打给川普，再打给孔刘，再打给安娜贝尔。其实那边的话，是因为我们观察台哥就是跟这几位常常一起出现的，我们会做。学长，自己过来，自己过来。他现在就是他本人。你在扯什么？洗起来！要洗起来！警察！要洗起来！警察喂，警察！他是真的，伪装刑警，洗起来！好了，接着。但是这重点来了，请问为什么 Baby 打给我是17通，打给你187通？真的是多了1岁。他为什么那么主动？他是他们家狗打给我的。他都拿我那个公费的钱打给你。不是，他就是说，喂，台中啊，我听不清楚啊，挂了。他们187通里面有180通的。180通是不是？180通是公式嘞。会不会有比较可能是约炮什么的？我靠，我以为你要说热恋。要不要？不要再跟了，台哥。他打不过炮，意思就是开玩笑嘛。我根本就没有朋友，我就只有打给陈百祥。没有这个图，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你也看就是台哥的生活比较少人关心他，然后 David 就会关心台哥的一些起居。对。然后因为有时候老人他哪个时候走你也不清楚，不然他录影走了还是迟到。他是刚才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不要他们乱调查。所以如果有一个犯罪集团，他们都是用飞鸽传书，就很难抓。飞鸽现在在做飞鸽传书了。就情势的收集，原来就是这么样的缜密。所有的犯罪行为的资料，不要心存侥幸。你已经是瓮中之鱼，法网恢恢。输了，没错。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Yeah, got it. 上次交通那个还好，交通那个还好。今天的目标只有枪械，火力强大。报告任务的分配。第一小队正门公路，这样可以攻坚吗？这样就没问题。我在手在抖下车，下车。是每次的魄力，有点紧张，是不是？其实我只是想当刑事，没有说一定是要操作。你